雨夜南山坠山道，地下速降赛终点线前，全场哄笑。江天月的头号狗腿赵峰，刚骑着顶配改装速降车碾压全场，正踩着落败车手的车架放话：输了的，要么砸车磕头，要么滚出南山道，这辈子别碰车吧。人群外，穿着沾着油污工装的阿晨，正抱着要送的修车零件，被赵峰的人一把推搡，零件撒了一地。修车的杂工也敢凑热闹，难不成你还能赢我？阿晨默默捡起零件，抬眼冷冷道：“我跟你比，输了我给你磕3个头，赢了给这位车手道歉，赔他新车价。”全场瞬间炸锅，所有人都觉得他疯了。他骑的是一辆车龄5年的二手入门速降车，连专业竞技前叉都没有。发令哨响，两车同时冲下坠山道，5个连续乱石死亡弯。赵峰拼尽全力拉开距离，却见阿晨车身贴紧岩壁，用近乎零减速的贴壁斩弯连续超车，终点线前半个轮位绝杀。全场死寂，赵峰浑身发冷。这个过弯动作和3年前消失的速降天才凌晨分毫不差。赵峰回过神，当众掀了桌子，指着阿晨的鼻子怒吼：“刚才是我大意了，有种再比一场，赌100万，你输了，卸你一条胳膊，永远滚出南山道。”消息瞬间传遍整个山地圈，直播间人数瞬间破10万。另一边，国内顶级赛事清风杯3连冠江天月正出席品牌发布会，身边的女友白薇薇举着直播镜头，对着全网吹捧他是国内速降界不可逾越的山峰。南山道上第2场赌局即将开赛，赵峰偷偷在赛道弯道处撒了碎石，等着阿晨失控摔下悬崖。发令哨响，两车再次冲下赛道，赵峰开局就卡位别车，把阿晨往悬崖边逼。可阿晨早看穿了他的伎俩，飞包过弯时精准避开碎石区，反而借着赵峰的尾流提速，在最后的坠崖大飞包做出了一个近乎贴地的极限控车动作，再次以半个车身的优势绝杀。赵峰面如死灰，被围观的车手逼着当众给阿晨磕头道歉。人群散去，阿晨正推着车往回走，一辆越野车突然停在他面前，车窗降下，苏清渊红着眼眶看着他，脱口而出：“凌晨，真的是你？”阿晨眼神瞬间冷了下来，推着车就要走。认错了。苏清渊立刻下车拦住他，拿出手机点开3年前清风杯半决赛的视频，画面里当年的凌晨用一模一样的贴壁斩弯拿下了全场最快圈速。我爸教出来的贴壁斩弯，全世界只有你能做到，角度、重心、控车节奏分毫不差。他的声音带着颤抖，告诉凌晨他的父亲，凌晨的恩师张弛3年前遭遇车祸高位截瘫，至今躺在医院里，却始终不肯相信凌晨会违规改装赛车，更不信他会恶意撞车。这3年，他放弃了海外顶级车队的调教师 offer， 回国就是为了查清当年的真相。凌晨的手指死死攥住车把，指节泛白，3年来的委屈与恨意翻涌上来，却还是咬着牙转身离开。另一边，江天月看到了南山道的比赛视频，当看清阿晨的过弯动作时，手里的水杯狠狠砸在地上，他立刻给赵峰打去电话，声音阴狠：“给我砸了他待的修车行，烧了他的车，我要让他这辈子再也碰不了速降车。”当天深夜，赵峰带着10几号人砸烂了老鬼的修车行，正要把车库里的速降车全部烧毁，车库门突然被拉开，凌晨站在门口，眼神冷得像冰。赵峰等人愣在原地，随即狞笑着围了上来。镇主终于肯现身了。凌晨，3年前没把你彻底踩死，你还敢回来？凌晨没说话，反手锁上车库门，徒手迎上了冲过来的打手。他常年练车练出的爆发力远超常人，不过几分钟，10几号人全被打趴在地，疼得蜷缩着起不来。凌晨踩着赵峰的手背：“有事冲我来，修车行的人，这里的车，你动一下，我废了你。”赵峰哭爹喊娘的答应下来，连滚带爬带着人跑了。修车行老板老鬼叼着烟从里屋走出来，看着满地狼藉，没骂一句，只扔给凌晨1瓶水。藏了3年，还是藏不住了。老鬼是前职业速降车手，当年因为硬刚赛事黑幕被终身禁赛，是他收留了走投无路的凌晨。他太清楚凌晨的执念，也知道江天月不会善罢甘休。第2天，江天月亲自带着车队，开着10几辆越野车堵在了修车行门口。他穿着专业骑行服，摘下头盔看着凌晨，嘴角勾起一抹阴笑：“凌晨，好久不见，敢不敢跟我比一场生死局？你输了，滚出国内所有山地赛道；我输了，赔你1000万，修缮这家破车行。”围观的人群瞬间沸腾，所有人都等着凌晨的答复。凌晨看着江天月，3年前的画面瞬间涌上心头，就是眼前这个人，他曾经掏心掏肺对待的同门师弟，亲手策划了那场丑闻，抢走了他的冠军，他的荣誉，毁了他的人生。他扯了扯嘴角，淡淡吐出一个字：“比。”消息瞬间引爆全网，现役3冠王对阵消失3年的天才车手，南山道被围得水泄不通，线上直播间人数直接破100万。江天月的粉丝疯狂刷屏，说凌晨不自量力，一个被禁赛的废人，
根本不配和三冠王同台。发令哨响，两车同时冲下赛道。江天月作为现役顶级车手，开局就用职业级的控车技术拉开差距，连续飞包过弯，没有一丝失误，把林晨甩在身后10多米。直播间里满是嘲讽，所有人都觉得林晨必输无疑。可就在最后的连续死亡弯道，林晨突然压低重心，用3年前震惊整个速降界的凌空切弯，从弯道内侧极限超车，在终点线前以1个轮位的优势绝杀江天月。全场死寂，随即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江天月脸色铁青，看着林晨摘下头盔。没错，我就是3年前被你们诬陷禁赛的林晨。林晨身份曝光，全网瞬间炸锅。3年前的清风杯禁赛丑闻被重新翻出，舆论两极分化，有人为天才的陨落惋惜，也有人被当年的通稿洗脑，骂他是作弊的骗子，不配再碰速降车。江天月连夜召开发布会，当着全网媒体的面拿出了当年赛事组委会下发的终身禁赛文件。林晨是被官方终身禁赛的人员，别说职业赛场，就连正规的业余赛事他都没资格参加，一个作弊者也配叫天才？发布会结束后，赛事组委会同步发布公告，再次确认对林晨的终身禁赛令，明确表示禁止林晨参加任何官方认证的速降赛事。老鬼看着公告，劝林晨暂避锋芒。江家是清风杯最大的赞助商，整个赛事圈都被他们把控着，你现在硬刚只会被他们往死里踩。林晨却笑了，眼神里满是坚定。官方赛场不让我进，我就从地下赛一路打上去，打到他们不得不开门，让我光明正大的站进去。当天晚上，林晨通过个人账号发布视频，正式宣布参加国内最大的地下极限速降赛——盘龙坠山赛。这场赛事的冠军能直接拿到清风杯外卡赛的参赛资格。而江天月早已收到消息，在盘龙坠山赛的赛道上给林晨布下了天罗地网，等着他有来无回。江天月动用江氏体育的资本力量，给盘龙坠山赛的主办方施压，逼他们拒绝林晨的报名申请。主办方不敢得罪江家，连夜发布公告，以林晨有禁赛记录为由，取消了他的报名资格。全网哗然，无数网友骂主办方双标，明明赛事规则里没有禁赛记录不能参赛的条款，明摆着是被江家操控了。可林晨早有准备，当天就通过全网发起了公开挑战。盘龙坠山赛所有种子选手，只要有1个人能在南山道赢我，我立刻退赛，再也不碰速降车。如果没人能赢，主办方就必须给我参赛资格。这条视频一夜之间播放量破亿，整个山地圈都被震动了。连续3天，盘龙赛的10位种子选手挨个到南山道挑战林晨，从双人追逐赛到计时赛，没有一个人能赢过他，甚至连他的圈速都追不上。全网彻底沸腾。无数网友涌入主办方的账号，要求他们履行承诺，给林晨参赛资格。主办方迫于全网舆论压力，只能连夜修改公告，恢复了林晨的参赛资格。林晨拿到参赛资格的消息传到江天月耳朵里，他非但没生气，反而露出了一抹阴狠的笑。他早就买通了3位参赛的顶级车手，下令在比赛中直接把林晨撞下盘龙崖，永绝后患。盘龙坠山赛开赛当天，盘龙崖被围得水泄不通，线上直播间人数突破500万。这是国内难度最高的坠山赛道，全程22公里，有28个极限弯道，12个超大飞包，终点前就是100米悬崖，稍有不慎就会车毁人亡。发车灯亮起，20位参赛车手同时冲了出去，直播间里的观众都捏了一把汗，骂这3个人毫无底线。可林晨靠着极致的控车技术，一次次躲开了他们的冲撞，甚至借着他们的卡位，在飞包时完成了2次极限超车，冲出了包围圈。可就在赛程过半，进入连续下坡乱石弯道时，林晨突然发现自己的刹车彻底失灵了，他猛捏刹车握把，却没有一丝反馈。赛前，有人偷偷剪断了他的刹车油管。高速下坡的车速越来越快，前方就是连续的急弯，弯道外侧就是100米悬崖，根本没有缓冲的余地。直播间里的观众失声惊呼，所有人都觉得林晨这次必死无疑。千钧一发之际，林晨猛地压低重心，用脚踏死死卡住轮组，同时让车身侧面贴紧岩壁，摩擦减速，硬生生在悬崖边的弯道前把失控的赛车停了下来。林晨停下车，看着被剪断的刹车油管，眼神冷得刺骨。他随身带着备用油管和工具，只用了不到2分钟就完成了紧急修复，重新骑上了赛车。可此时他已经落后第1名整整40秒，在速降赛里，这是几乎不可能追回的差距。直播间里满是惋惜，所有人都觉得林晨就算修好了车，也不可能再追上了。可林晨没有放弃，他猛地蹬下脚踏，赛车如离弦之箭冲了出去。接下来的10公里赛道，18个极限弯道，他把自己的车技发挥到了极致，每一个弯道都用贴壁斩弯铃减速过弯，没有浪费一丝一毫的时间。赛道旁的观众都看呆了，看着他的排名从最后1名一路往前冲，一个接一个的完成超车。赛程最后1公里，他已经追到了第2名，距离第1名只有不到5秒的差距。最后的坠崖大飞包也是整个赛道的决胜点，第1名提前压弯提速，想拉开差距，可林晨却在飞包时做出了一个所有人都不敢想的极限动作，
空中调整车身，提前落地，借着惯性完成了绝杀超车，第一个冲过了终点线，全场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林晨拿下了盘龙坠山赛的冠军，成功拿到了清风杯外卡赛的参赛资格。而江天月看着直播，狠狠砸烂了面前的电视，立刻动用父亲江万山的关系，要直接取消林晨的外卡资格。赛事组委会果然再次发布公告，以林晨仍在终身禁赛期为由，直接取消了他的清风杯外卡赛参赛资格。全网瞬间炸锅，无数网友骂组委会是江家的傀儡，毫无公平可言。可林晨早有准备，这3年来，他从来没有放弃过追查当年的真相。他让苏清渊找到了当年负责尿检和赛车检测的机构，拿出当年的留存样本，送去了海外权威的第三方检测机构，重新做了全面检测。检测结果很快出来了，当年被查出违规添加剂的尿样 DNA 与林晨不符，明显是被人恶意调换的，而被查出违规改装的赛车，关键配件也被人替换过，根本不是林晨当年参赛的原车配件。林晨把完整的检测报告全网公布，瞬间引爆了舆论。当年的禁赛案出现了颠覆性的反转，无数网友开始为林晨发声，要求赛事组委会重启调查，还林晨一个公道。林晨被诬陷的话题直接冲上热搜榜首，阅读量破20亿。组委会迫于全网压力，连夜发布公告，宣布成立专项调查组，重启3年前的禁赛案调查，同时暂时恢复林晨的外卡赛参赛资格。就在林晨准备全力备战外卡赛时，当年负责尿检的医生突然主动联系他，说要告诉他当年丑闻的全部真相，约他在城郊的仓库见面。林晨没有多想，独自驱车赶了过去，却不知道这是江天月给他布下的一个陷阱。凌晨赶到城郊仓库，里面空无一人，只一部亮着屏的手机放在地上。他刚捡起手机，仓库大门突然被锁死，警笛声从外面传来，警方破门而入，当场把凌晨控制住。被控制的还有当年的尿检医生，说凌晨威胁他做伪证，还要销毁当年的证据。警方在仓库里还搜出了凌晨威胁医生的录音和提前准备好的封口费，人赃并获。凌晨被警方带走调查，距离清风杯外卡赛的报名截止时间只剩下不到12个小时。江天月第一时间召开发布会，对着全网媒体抹黑凌晨，说他死性不改，为了参赛不择手段，甚至威胁证人。网上的舆论再次反转，大量网友被带节奏，开始质疑凌晨，骂他是骗子。苏清渊和老鬼急得团团转，四处奔走想办法，却找不到任何能证明凌晨清白的证据。江天月看着自己一手策划的局面，得意洋洋，觉得这次终于能彻底把凌晨踩死，让他永无翻身之日。就在所有人都觉得凌晨彻底没希望的时候，白薇薇突然找到了苏清渊。她看着焦急的苏清渊，拿出了一个录音笔，里面是江天月和手下的完整对话，清清楚楚地记录了他怎么收买医生，怎么设局陷害凌晨的全过程。白薇薇看着苏清渊震惊的眼神，苦笑着说：“我被他骗了3年，也错了3年，现在我想把欠凌晨的还回来。”苏清渊第一时间把录音提交给了警方，证据确凿，凌晨被无罪释放。而这段录音也被同步全网公布，舆论再次彻底反转。网友们终于看清了江天月的真面目，原来3年前的丑闻是他一手策划，现在又设局陷害凌晨。全网都是骂江天月的声音，他的品牌代言纷纷解约，粉丝大量脱粉。赛事组委会也发布了最终公告，正式撤销3年前对凌晨的终身禁赛令，公开向凌晨道歉，同时宣布保留对江天月当年违规行为的追责权利。时隔3年，凌晨终于洗清了身上的污名，光明正大的拿到了清风杯外卡赛的参赛资格，重新拿到了重返职业赛场的门票。他去了医院，看望瘫痪在床的恩师张弛。张弛看着眼前的徒弟，眼泪止不住的流，握着他的手说：“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回来的，一定会拿回属于你的东西。”凌晨看着恩师，红了眼眶，郑重的承诺：“师傅，您放心，我不仅要拿下总冠军，还要让害了您的人付出应有的代价。”可凌晨没想到，江万山终于亲自出手了。作为江氏体育的董事长，清风杯最大的赞助商，他直接动用资本力量，冻结了苏清渊车队的所有赞助，同时下令全行业所有的配件厂商不准给凌晨提供任何专业速降配件，要让凌晨连参赛的赛车都凑不出来。江万山的封杀令一出，整个行业都震动了，所有和江氏有合作的配件厂商都不敢给凌晨供货，就连二手配件商都不敢接单，生怕得罪江家。苏清渊跑遍了所有厂商，连最基础的竞技轮组和刹车都买不到。江天月更是在媒体面前公开嘲讽：“凌晨就算拿到了参赛资格又怎么样？他只能骑着共享单车去参赛，一个连赛车都凑不出来的人，也配跟我争冠军？”网上也出现了不少唱衰的声音，觉得凌晨就算洗清了冤屈，也根本斗不过资本，根本不可能在清风杯上拿到成绩。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凌晨要放弃的时候，老鬼打开了自己修车行最里面的仓库，里面放着一台他藏了10年的顶级速降车架，是当年他准备冲击世界赛的专属车架，材质和调校都是顶级水准。当年我没机会骑着它站上赛场，现在他该去他该去的地方了。老鬼拍着车架对着凌晨说。
苏清渊也带着自己的调校团队，用手里仅有的配件，加上老鬼多年攒下来的珍藏，熬了3天3夜，硬生生为林晨改装出了一台专属速降车。林晨给它起名叫重生号。外卡赛开赛当天，林晨骑着重生号驶入了清风杯的职业赛道，全场观众瞬间起立，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所有人都在高喊林晨的名字。清风杯外卡赛是林晨时隔3年第一次重返职业赛场，场上的其他车手都是现役的职业选手，看着林晨骑着一台东拼西凑的改装车，眼里满是不屑和嘲讽。江天悦的车队车手更是提前放话，要在赛道上好好教训一下林晨，让他知道职业赛场和地下赛的区别。发车灯亮起，所有车手同时冲了出去。江天悦的2位车手开局就形成合围，疯狂别车卡位，想把林晨挤出赛道，甚至故意在飞包时干扰他的落地节奏，手段阴狠至极。可林晨早有防备，靠着极致的控车技术，一次次躲开了他们的干扰，反而借着他们的尾流，在连续弯道完成了极限超车。他对这条赛道太熟悉了，3年前他在这里练了无数次，每一个弯道，每一个飞包都刻在他的骨子里。赛程过半，林晨已经从最后1名冲到了第2名，仅次于排名第1的江家车队头号车手。直播间里的观众都沸腾了，看着林晨一次次刷新最快圈速，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最后的决胜弯道，林晨再次使出了独门绝技贴壁斩弯，从内侧极限超车第1个冲过了终点线，拿下了外卡赛的冠军。他成为了国内速降史上第1个从地下赛打进顶级职业联赛正赛的车手。而江天悦看着冲线的林晨，彻底慌了，决定用更阴狠的手段让林晨永远无法站上赛道。林晨拿下外卡赛冠军后人气暴涨，无数品牌方找上门来想和他合作，都被他一一拒绝了。他心里只有一件事，备战清风杯正赛，拿下年度总冠军，查清恩师当年车祸的真相。苏清渊也终于查到了当年车祸的线索，当年张弛的车刹车被人动了手脚，绝非意外，而动手的人是江万山的贴身司机。事发后就出国了，再也没有出现过。清风杯正赛第1站开赛当天，全场座无虚席，线上直播间人数突破1000万，所有人都等着这场天才与卫冕冠军的终极对决。赛前，江天悦的人偷偷溜进了林晨的维修区，在他的赛车前叉上划了一道致命的裂痕，只要在高速飞包时落地，前叉就会直接断裂，林晨会直接摔下赛道，非死即残。发车灯亮起，2车同时冲了出去。林晨和江天悦你来我往，连续攻防超车，车速拉到了极限，全场观众的欢呼声此起彼伏。可就在赛程过半，林晨冲过一个超大飞包落地时，前叉突然发出了刺耳的异响，瞬间断裂，赛车瞬间失控，直直冲向赛道旁的护栏。护栏外面就是10几米高的陡坡，全场观众失声惊呼，所有人都以为林晨这次必死无疑。千钧一发之际，林晨猛地跳车，顺着赛道翻滚了10几圈，卸掉冲击力，人虽然受了皮外伤，但安然无恙。江天悦毫无悬念地拿下了本站冠军。在领奖台上，他举着奖杯，对着镜头公开嘲讽：有些人天生就不是站在这里的料，就算侥幸回到了赛场，也终究是个失败者。这番话瞬间激怒了全网网友，大家都觉得林晨的赛车出事绝对是江天悦搞的鬼。林晨没有被打垮，他和苏清渊第一时间调出了维修区的监控，画面清清楚楚地拍到江天悦的贴身技师赛前偷偷溜进维修区，对林晨的赛车动了手脚。林晨把完整的监控视频直接提交给了赛事组委会和警方，证据确凿，组委会连夜发布公告，取消了江天悦本站的冠军成绩，禁赛1场，同时对江家车队处以巨额罚款。全网欢呼，林晨再次完成了对江天悦的打脸。江天悦因为禁赛错过了第2站的比赛，积分被林晨狠狠甩开。林晨也终于迎来了一个好消息，瘫痪在床3年的恩师张弛终于苏醒了过来，意识也完全清醒了。林晨第一时间赶到医院，张弛看着徒弟，握着他的手，告诉了他一个惊天秘密。当年张弛遭遇车祸根本不是因为林晨的丑闻，而是因为他发现了江万山利用赛事运输渠道走私违禁品的黑幕。江万山为了封口才制造了那场车祸，而林晨被诬陷禁赛，只是江万山为了捧儿子上位，顺带毁掉的一颗棋子。林晨浑身发冷，他终于明白，他面对的从来都不只是江天悦的嫉妒，而是江家父子整个违法犯罪的黑色帝国。林晨终于知道了所有真相，他下定决心，不仅要拿下清风杯的年度总冠军，更要收集齐江万山走私犯罪的所有证据，把江家父子送进监狱，让他们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应有的法律代价。张弛把自己当年收集到的江万山利用赛事运输车走私的部分证据交给了林晨，这些证据足以让警方对江万山立案调查。可江万山很快就知道了张弛苏醒的消息，更知道张弛把证据交给了林晨，他彻底坐不住了，决定先下手为强，彻底掐断所有证据链。当天深夜，2名杀手偷偷潜入了张弛的病房，想要灭口，顺便销毁所有证据。可他们刚推开病房门，就被提前埋伏在这里的老鬼和警方当场抓获，人赃并获。原来林晨早就料到江万山会狗急跳墙，提前报了警，在病房里设下了埋伏，
被抓获的杀手当场供出了是江万山指使他们干的，警方也正式对江万山的走私案启动了立案调查。与此同时，清风杯第2站正赛开赛，林晨骑着苏清渊为他重新调校的赛车，顶着巨大的压力全程领跑，拿下了他职业生涯的第1个正赛冠军。当他站上领奖台，全场观众齐声高喊他的名字，无数人热泪盈眶。时隔3年，这个被毁掉的天才终于重新站上了职业赛场的最高领奖台。可就在林晨人气达到顶峰的时候，江万山再次出手，放出了一个重磅炸弹，瞬间把林晨推入了深渊。江万山通过全网媒体公布了一份带有林晨亲笔签名的自愿竞赛协议，还有当年江家给林晨转账200万的银行流水。协议上清清楚楚地写着，林晨当年自愿承认违规作弊，接受终身禁赛，江家给他200万作为补偿。林晨当年拿了钱，现在又出尔反尔，反过来抹黑江家，就是为了蹭热度、博眼球，抢他儿子的冠军。这份协议一公布，全网瞬间炸锅，大量网友瞬间倒戈，骂林晨是2面3刀的骗子。就连曾经坚定支持他的粉丝也开始动摇了，赞助商纷纷解约，赛事组委会也再次启动了调查。林晨陷入了职业生涯最大的信任危机。你当年真的签了这个东西？林晨看着协议，终于想起了当年的事。3年前丑闻爆发后，江天月拿着一份赞助商合作协议来找他，说他只要签了就能帮他洗清冤屈。他当时走投无路，根本没看清内页就签下了名字，没想到被江家偷换了内页，变成了这份自愿竞赛协议。可现在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这份协议是被偷换的，林晨百口莫辩。就在他最绝望的时候，苏清渊找到了当年经办这份协议的律师。这位律师当年因为看不惯江家的所作所为，偷偷保留了当年的协议原件，还有江家威胁他做伪证的完整证据。他告诉林晨，他愿意出庭作证，帮林晨洗清冤屈。律师拿出了当年的协议原件，原件的内容确实是赞助商合作协议，和江万山公布的自愿竞赛协议完全是2份不同的文件。同时他还拿出了当年江万山威胁他，如果敢把这件事说出去，就让他在行业内彻底消失的录音和聊天记录。这些证据足以证明这份自愿竞赛协议是江家伪造的。与此同时，被江天月彻底抛弃的白薇薇也彻底反水，交出了他手里所有的证据。这3年来，他偷偷录下了江天月所有的罪证，当年策划诬陷林晨调换尿样和赛车配件，买通组委会恶意损坏林晨的赛车，甚至帮江万山掩盖走私罪行的全部对话和证据，全部交给了林晨和警方。林晨把所有证据全网公布，舆论彻底反转，全网网友终于看清了江家父子的真面目。原来从始至终都是江家父子一手策划的阴谋。林晨被他们整整冤枉了3年，江家父子滚出速降界的话题直接冲上了热搜榜首，全网都是抵制江家，要求严惩江家父子的声音。江氏体育的股价暴跌，合作方纷纷解约，江家一夜之间从云端跌入了谷底。警方也正式发布通报，对江万山涉嫌走私、故意伤害、伪造证据，江天月涉嫌诬告陷害、故意伤害等多项罪名，正式立案调查。江家父子彻底慌了，成了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而此时清风杯年度总决赛也即将拉开帷幕，这将是林晨和江天月在赛道上的终极对决。清风杯年度总决赛是整个赛季的决胜战，林晨和江天月的积分差距极小，谁拿下这场比赛的冠军，谁就是本赛季的年度总冠军。江万山动用了自己最后的人脉关系，保住了江天月的参赛资格，让他先完成比赛，再接受警方调查。江天月彻底疯魔了，他知道自己已经身败名裂，这场比赛是他最后的机会。他对着全网放话，就算是同归于尽，也要在赛道上撞死林晨，绝不让林晨拿到年度总冠军。整个速降圈都在为林晨担心，所有人都知道疯了的江天月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赛前张弛坐着轮椅亲自来到了赛场，他拍着林晨的肩膀说，徒弟别怕，真正的速降从来不是靠阴狠手段赢的，而是靠手里的车把，靠心里的底气。今天师傅看着你拿回属于你的一切。苏清渊也完成了赛车的最终调校，把这辆凝聚了所有人心血的赛车交到了林晨手里。老鬼也为他备好了全套顶级护具，放心去冲，我们都在。全场观众都在高喊林晨的名字，无数人举着应援牌为他加油。林晨戴上头盔，骑着赛车驶入了发车区。江天月看着他，眼神里满是疯狂和怨毒，像一头被逼到绝路的野兽。发车灯依次熄灭，红灯亮起的瞬间，两车同时如离弦之箭冲了出去。这场终极生死对决正式拉开帷幕。总决赛的赛道是国内难度最高的职业速降赛道，全程18公里，有24个极限弯道，10个超大飞包，对车手的技术、体能和心理素质都是极致的考验。开局，江天月就拼尽了全力，油门踩到底，疯狂提速，想在开局就拉开差距。可林晨紧紧跟在他身后，始终保持着不到半个车身的距离，无论江天月怎么提速，都甩不掉他。赛程过半，两人进入连续弯道，
江天月突然猛打方向，狠狠撞向林晨的赛车，想把林晨挤出赛道。林晨早有防备，猛地压低重心，躲开了他的冲撞，反而借着弯道的角度完成了一次极限超车，冲到了第1名的位置。全场观众瞬间沸腾，欢呼声震耳欲聋。江天月彻底红了眼。接下来的赛道里，他一次次疯狂别车冲撞，用尽了所有阴狠手段，想逼林晨失控。可林晨始终保持着冷静，靠着极致的控车技术，一次次化险为夷，始终守住领先的位置。直播间里的观众都捏了一把汗，骂江天月毫无底线。为了赢，连命都不要了。赛程进入最后3公里，也是整个赛道最危险的坠崖飞包路段。江天月终于找到了机会，在林晨飞包落地的瞬间，狠狠撞向了林晨的赛车尾部。林晨的赛车瞬间失控，直直冲向了赛道外的缓冲区。所有人都以为林晨这次输定了。就在所有人都以为林晨会失控摔车的时候，他猛地调整车身重心，借着缓冲区的坡度，完成了一个极限摆尾，硬生生把赛车拉回了赛道，反而借着这个惯性，再次拉开了和江天月的距离。全场观众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这是速降史上最极限的救车操作。江天月彻底崩溃了，他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用尽了所有手段，还是赢不了林晨。他看着林晨越来越远的背影，眼里的疯狂越来越浓，心里生出了一个同归于尽的念头。比赛进入最后一圈，最后一个决胜弯道，也是整个赛道的最后一个难点。弯道外侧就是100米悬崖，只要稍有不慎，就会摔下去粉身碎骨。林晨率先入弯，依旧用他最擅长的贴壁斩弯，零减速过弯。而江天月在他身后把车速提到了极限，根本没有减速入弯的意思，直直冲着林晨的赛车撞了过来。他已经不想赢了，他只想和林晨一起摔下悬崖，同归于尽。全场观众都失声惊呼，所有人都站了起来，死死盯着赛道上的2人。千钧一发之际，林晨猛地做出了一个所有人都不敢想的动作，他猛地收紧刹车，同时车身贴紧岩壁，硬生生让江天月的赛车从他身边冲了过去。江天月本想着和林晨同归于尽，根本没留入弯的余地，赛车直直冲出了赛道，撞向了弯道旁的护栏。护栏被撞得严重变形，赛车卡在护栏和悬崖之间，半个车身已经悬空，底下就是100米悬崖。江天月被困在车里，吓得浑身发抖，再也没有了之前的疯狂。赛道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立刻冲了上去，把他从车里救了出来，而守在赛道旁的警方当场就把他带走了。而林晨在躲过江天月的冲撞后，重新调整车身，稳稳地冲过了终点线。全场瞬间沸腾，数万名观众齐声高喊着林晨的名字，欢呼声震彻了整个山谷。线上直播间的弹幕瞬间铺满了整个屏幕，所有人都在为他欢呼，为这个蛰伏3年涅槃重生的天才送上最热烈的掌声。林晨拿下了清风杯年度总决赛的冠军，成为了本赛季的年度总冠军。时隔3年，他终于拿回了本该属于自己的荣耀，站上了国内速降界的最高领奖台。当颁奖嘉宾把总冠军的金牌挂在他脖子上的时候，林晨看着台下坐着轮椅的恩师，看着苏清渊，看着老鬼，看着所有为他加油的观众，红了眼眶。这3年来，所有的委屈，所有的隐忍，所有的坚持，在这一刻都有了最好的结果。颁奖典礼结束后，警方发布了官方通报，江万山走私、故意伤害、伪造证据等多项罪名，证据确凿，被正式依法逮捕。江氏体育也因为涉嫌违法经营被立案调查，宣告破产。江天月因诬告陷害、故意伤害、危险驾驶等多项罪名，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同时被赛事组委会终身禁赛，彻底告别了速降赛场。白薇薇因为当年做伪证，也受到了应有的法律惩罚。当年参与诬陷林晨、帮江家父子作恶的所有人都付出了应有的代价。赛事组委会也再次公开向林晨道歉，同时对整个赛事体系进行了全面整改，彻底清除了赛事里的黑幕和资本操控。林晨的名字传遍了整个国内速降界，无数年轻人因为他爱上了速降这项运动，他成了速降界的传奇，成了无数人心里的榜样。海外顶级速降车队纷纷向林晨发来邀请，想让他加入车队冲击世界锦标赛的冠军。可林晨却拒绝了所有的海外邀请，他选择留在国内，和苏清渊老鬼一起组建了自己的速降车队，培养国内的年轻速降选手。他想让更多有天赋的年轻人不用再经历他遭遇的黑暗，能光明正大的站在赛道上，骑着自己的车去追逐自己的梦想。他也经常会去医院陪着恩师张弛做康复训练，张弛的身体也在一天天好转。1年后，世界山地速降锦标赛的中国区选拔赛在清风杯赛道正式开赛。林晨作为中国速降国家队的队长，带着自己车队培养出来的年轻选手站上了赛场，全场座无虚席，所有人都想看看这位国内速降界的传奇会带来怎样的表现。发车灯亮起，林晨骑着赛车第一个冲了出去，他的动作依旧行云流水，贴壁斩弯依旧无人能敌，最终以绝对的优势拿下了选拔赛的冠军，拿到了代表中国出征世界锦标赛的资格。冲过终点线的那一刻，全场观众再次齐声高喊他的名字。林晨摘下头盔，看着台下挥舞着国旗的观众，露出了释然的笑容。赛后有记者采访他，问他速降对他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3年前，我以为速降是赢过所有对手，
拿到最高的荣誉。可现在我知道，真正的极速从来不是超越别人，而是超越那个跌入谷底却从未放弃的自己。真正的冠军也从来不是一个奖杯，而是无论经历多少黑暗，都永远不低头，永远向前冲的勇气。结尾画面：夕阳下，林晨带着车队的年轻选手，骑着速降车在山道上迎风飞驰，车轮碾过赛道，扬起阵阵尘土，前路漫漫却满是光明。真正的传奇永不落幕。